大家好，我是 Eric，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发现虽然两岸说的都是中文，但在很多用词方面其实还是不一样的。之前有 YouTuber 讨论过类似的话题，那么这支影片我就想从旅行者的角度讲讲我在旅行当中遇到的那些两岸用词不同的地方，并且来谈谈我的看法。Terminal 在台湾被叫做航厦，而在大陆则被称为航站楼。其实厦这个字在大陆的话，除了厦门，其他地方的发音是厦，高楼大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比天下寒士俱欢颜。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航厦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困惑的。不过一想，如果在台湾高楼大厦被读作高楼大厦的话，那这样就说得通了，因为厦的意思就是指大楼嘛，那航厦和航站楼的意思就是一样的。说个题外话，说到航厦，那么就很容易想到另外一个词机场。那个人觉得空港的翻译会更加符合信雅达的翻译规则。Metro 在台湾被叫做捷运，而在大陆被叫做地铁。我个人是更喜欢捷运这种说法，因为毕竟它不仅仅是在地下行驶嘛，也可以在地上行驶。所以后来大陆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词叫轻轨或者轨道交通，那么它其中有一部分就包含了地铁。不过在台湾，轻轨则是跟捷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是高雄的轻轨，我在这里刷卡。月台在古时候是指赏月的高台，那么在大陆的叫法是叫做站台。个人觉得月台更加的文雅，更有古典的味道，而站台比较通俗，少了一点韵味。Bus 在台湾叫做公车，而在大陆叫做公交车。个人觉得两者其实没差了。那长途的 bus 在台湾叫做长途客运，而在大陆则被称为大巴车。那我同样是更喜欢台湾的叫法。其实第一次听到机车这个词是在台湾的影视剧当中，那机车在大陆被叫做摩托车，也就是 motorbike 的音译而来的。那说到机车，现在又会有电动机车，那在大陆电动机车被称为电瓶车，或者有些地方会亲切的叫它们电驴儿或者是电机。Hotel 这个词在台湾被称为饭店，而在大陆则叫做酒店。那实际上大陆以前也有饭店这种称呼，但指的都是那种比较大型的、比较豪华的那样子的酒店，类似于北京大饭店、昆仑大饭店、延安饭店等等。那现在基本上的称呼都叫做酒店了。那酒店这个词呢，在台湾其实是别的意思。这两种翻译呢，其实都还是蛮传统、蛮古典的。不过个人呢，更喜欢日语当中说的旅馆，这样更符合它本身要表达的这个含义。不过其实现在旅馆这个词已经跟 hotel 是完全区分开了，是表示另外一种住宿的形式。在大陆，自助餐的意思是指你付一定的金额可以随便吃的，比如说299、399海鲜自助，或者是什么烧烤自助之类的。不过在台湾的话，这样的方式叫做吃到饱。那我个人呢是更喜欢台湾的这种叫法，听上去会更加的亲切，也更加的形象。那除了吃，比如说台湾还有这种手机不限流量的套餐，就会叫吃到饱套餐。那同样呢，在台湾也有自助餐这种说法，不过指的就是有很多种菜品，你可以随便选择，那最后再统一结算，有一点类似于食堂打饭的概念。在大陆的话叫做方便面，而在台湾叫做泡面。个人更喜欢台湾的叫法，比较的形象。那方便面这个方便听上去就会比较的笼统。Yogurt在大陆被翻译成酸奶，而在台湾呢被翻译成优格。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是意译，一个是音译。那我个人呢更喜欢大陆的翻译方法，因为看到这两个字就知道它的意思。不过叫优格的话就有一点不明所以了。在台湾的餐厅点餐的时候，老板一般都会问你是内用还是外带。大肠面线，我要大的，一碗啊，内用啊，内用吗？啊，内用。
那我第一次听到内用这个词，其实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在大陆的话一般会叫做堂食，或者是直接说在这儿吃。说到内用这个词，大陆人首先会想到的是内服外用，会以为好像是在讲某一种药一样。而既然说到了外带，就不得不说另外一个词外送。在大陆的话，这个词叫做外卖。个人觉得外送跟外卖其实差不多，这个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区别。在台湾你说意面，那大家都会以为是台南的那种传统的台湾的面食。那你在大陆说意面的话，大家都会认为是意大利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呢？因为在台湾 Italy 被翻译成意大利，那这个意字呢是义气的义，而在大陆呢则被翻译为意大利，这个意呢是意思的意，所以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如果在台湾你要吃意大利面的话，你一定要讲全称，你说意面的话就会让人家误解。番石榴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因为小时候就已经吃过。不过对于很多大陆人来说，他们都没有听过这种水果。那么在台湾呢，它有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字，叫做芭乐。那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听上去很亲切，而番石榴听上去会比较偏书面一点。video 在台湾被翻译成影片，那在大陆呢被称为视频。那我个人呢已经很习惯影片这种说法了，而且我也比较喜欢影片这种说法，因为视频听上去呢就像某一种专业名词，因为跟视频对应会有音频嘛。那影片呢就更加的直观。不过在大陆呢，影片是表示别的含义，一般都是指电影。入境随俗和入乡随俗，这个也是因为上支影片有观众给我留言要入境随俗，但是大陆的用法呢一般叫入乡随俗，它是出自战国庄周庄子三木，入其俗从其令，所以无论是入乡随俗还是入境随俗，都是从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演变而来的。那我个人觉得两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还发现一个词，就是大陆一个叫法，台湾一个叫法，不过后来现在台湾的叫法有所改变，那就是无人机。那无人机在台湾呢被称作空拍机，我个人是更喜欢空拍机这种说法，因为很直观的就表达了这个机器的作用嘛，飞在空中可以拍摄的机器。那无人机听上去就会让人不明所以，用于军事侦察的或者是投炸弹的这一类只要无人驾驶的飞机都可以叫无人机，那空拍机听上去就会准确很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台湾也开始叫无人机了，很多官方的说法也说的是无人机而不是空拍机。同样，无人机拍摄这种行为呢，在台湾被称为空拍，而在大陆呢被叫做航拍。那我觉得两者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以上是我的一些心得和观察，不知道大家还知道哪些两岸用法不一样的地方呢？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讨论。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也欢迎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